特朗普证实攻入委内瑞拉，北约17国驻乌攻俄，乌克兰反俄计划清理红军村俄军，联谊不足，俄冬季资源短缺，俄增强军队为入侵欧洲第2阶段做准备，欧盟与北约联手应对俄军攻势，英国侦察机飞入加里宁格勒，芬兰5万个末日地堡已准备就绪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最近，特朗普又搞了个大新闻，已经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开展行动，并考虑展开地面打击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根据最新消息来看，美国政府已经暗中给 CIA 开了绿灯，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单独行动，甚至能和美军联手实施致命性秘密行动，也就是情报搜集，定点清除危险人物。换句话说，美军已经攻入委内瑞拉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估计也正摩拳擦掌，为潜在的行动做准备。这可不是什么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，而是特朗普亲自盖章的秘密行动。冲突扩大，火力军已经猜到了。前段时间，美国已经在委内瑞拉海洋附近水域击沉多艘船只。按照特朗普的说法，海洋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我们当然在考虑陆地打击。想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这或许是唯一途径。目前，委内瑞拉已经进入战备状态，并启动了新的综合防卫区。当然，打是不可能打的，把委内瑞拉打空也干不过美国，只能找队友，比如俄罗斯，委内瑞拉的战略伙伴。只是很可惜，到目前为止，俄罗斯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动作，也就公开谴责美国，并支持委内瑞拉，其他的也就没了。乌俄战场这边，援乌规模再次扩大，北约17国向美国购买乌克兰武器。欧洲真理报报道，美国国防部长皮特·赫格塞斯表示，美国希望欧洲北约盟国通过 PURL 计划购买更多美国武器给乌克兰。按照这位部长的说法，当你强大时，和平就会实现，把以战止战的理念阐释的淋漓尽致，言下之意就是让欧洲盟友们买，把乌克兰武装到牙齿，事实也是如此。拉姆施泰因会议结束后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亲口证实，有17个北约成员国将加入 PURL 计划的融资大军，向美国大批量采购乌克兰急需的武器装备。只能说这效率是真高，让吕特都有点震惊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只有荷兰、德国、加拿大、瑞典、挪威和丹麦6个国家对 PURL 计划做出了承诺，但一场会议之后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承诺加入 PURL 的国家数量直接翻了2倍，从6个飙升到了17个。北约也就32个成员国，现在一半的国家都加入了 PURL 计划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保持乌克兰的战斗能力，并尽可能强大。这不是随便说的，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，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彻底加码，北约队伍支持从零散书写，转向体系化作战支援。德国砸了110亿欧元，包括4套 IRST 防空系统、30枚爱国者导弹，还牵头组建电子战联盟。英国也疯狂塞货，数十万架 FPV 无人机、雷达系统和反坦克地雷正加急配送。英国防长犀利放话，武器必须48小时内抵达前线。其他国家也是疯狂援乌，爱沙尼亚掏出500万欧元升级乌军数字化能力，按人均算远超大国。挪威追加10亿欧元专攻防空炮弹，2025年援乌总额已达50亿。面对北约盟友的慷慨，乌克兰国防部长丹尼斯·史米哈尔也没客气，直接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表示，我们估计2026年的需求为1200亿美元，乌克兰将承担其中的600亿，合作伙伴需要支付其余部分。为了让盟友们更容易接受，史米哈尔还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案，最有效的方法是为盟友此分配 GDP 的 0.25%，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如果这个方案无法实现，他还有 B 计划，就是以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担保的贷款，把俄罗斯的老底都算计进去了。有了新武器，乌克兰就要准备新攻势了。欧洲真理报报道，特朗普表示，乌克兰愿意在与俄罗斯的战场上发动进攻，我会对此做出决定。就战场情况而言，乌军的确有能力发起反攻，特别是红军村地区。乌军总参谋部报告称，他们在红军村沿线 5.4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完成了清理，搜索了俄军外部的据点，并将其拔除，摧毁了对方的阵地。乌克兰的突击部队乘势推进了 1.6 公里，扩大了灰色区域的控制范围。相比之下，红军村地区的俄军却面临各种困境。阿泰什游击队的报告称，在红军村前线的俄军正面临着装备严重短缺的困境。第1442摩托步枪旅的特工透露，情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指挥官们竟然直接命令部队没收平民的车辆，就连通常用于人员运输以及弹药运送的基本摩托车也成了稀缺品，缺乏机动性，助长了队伍内部的抢劫和盗窃行为。一名阿泰什特工回忆说，在他的部队里，一名受伤士兵的摩托车被队友抢走，导致他被无情地抛弃在后方，没有得到任何帮助，俄军直接同时操戈，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后勤，更直接增加了战场上的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后方的援助也不太行。最近从俄罗斯亚马洛涅涅茨自治区传来的消息，萨勒哈德市政府宣布，他们将向前线部队送去一份大礼包，
其中包括2000张驯鹿皮。莫斯科时报报道了这一奇葩物资，称这些驯鹿皮不仅能保暖，还有伪装的奇效。新闻稿一本正经地解释，这些驯鹿皮能帮助军事阵地规避热成像的侦察，同时在严酷的野外条件下提供温暖。身披驯鹿皮的俄军士兵们在雪地里人鹿合一，这画面太美，火力军都不敢想。除了这些充满野性气息的驯鹿皮，这个大礼包里还有一些常规的援助，几辆老旧的波汉卡面包车和泥瓦汽车也将被派往前线。这些在俄罗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老爷车，也要摇身一变成为战场上的运输主力。这批充满诚意的货物是由当地的战斗兄弟会退伍军人组织起来的。按照计划，他们会先被运到罗斯托夫地区，然后再分批次地运往前线。这一系列的奇特援助揭示了一个问题：俄罗斯军方连前线部队连最基本的物资都无法保证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前线的俄罗斯士兵还在接收1977年的医疗用品，他们的战场急救包里可能装着比士兵年龄还大的绷带和药水。这些已经过期的物资能否保证士兵的生命安全，还有待考察。物资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士兵的反战情绪。打了那么久，俄军不仅没一点进展，战线还在一直后退，或许这就是原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乌军发起新的攻势，的确有很大的机会。在赫尔松地区，乌军第40独立海防旅的操作员发现并摧毁了几艘载有登陆部队的俄罗斯船只，并将其摧毁。画面中，俄方的军船相继被打掉，在水面闪烁出耀眼的火光，同时伴有浓浓的烟雾。这些船只都是俄军用来发起登岛作战的。长期以来，他们都试图渗入第聂伯河的乌克兰控制区。现在这些船已遭受重创，俄军也始终没有攻破对岸，拿下乌军的阵地。敖德萨这边还有一个劲爆消息，市长特鲁哈诺夫被曝是俄罗斯间谍。乌克兰的安全部门还指控特鲁哈诺夫挪用资金。泽连斯基和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召开了专门会议。就结果来看，泽连斯基下落剥夺特鲁哈诺夫的乌克兰公民身份，还要在敖德萨组建一个城市军事管理机构，并任命其负责人。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现任局长谢尔盖·莱萨克成了敖德萨市军事管理局局长。战场之外，俄罗斯正在为新的入侵做准备。欧洲真理报报道，芬兰国防部负责人安迪·哈卡宁表示，俄罗斯正在边境线上磨刀霍霍，集结军队，在为一场针对欧盟和北约的第二阶段侵略做准备。按照芬兰的说法，即使乌克兰战火平息，俄罗斯的胃口也不会就此打住，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北约的防线。对于俄罗斯可能到来的入侵，芬兰已经做好准备，末日地堡随时启动。据路透社援引政府数据和国家媒体的报道，芬兰内政部最近完成了一次大摸底，最终确认全国上下散布着超过50500个坚固的避难所。这些地下城可不是那些简陋的临时掩体，它们大多的建造在住宅、商业和公共建筑的深处，总容量达到了惊人的480万人。芬兰全国人口也才550万左右，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芬兰人都能在紧急时刻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，并且其中近91%的设施强度足以抵御常规的军事攻击，而83%的避难所更是配备了先进的空气过滤系统，能够有效抵御核、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威胁。这哪里是防空洞，简直是3防功能拉满的末日地堡。芬兰国家紧急供应局的高级顾问托米拉斯克向路透社保证，这个系统功能正常，可以在需要时使用，这语气像在说我们的超市随时有货一样。对于芬兰的准备，法国24台赞不绝口，将其誉为欧洲的典范。的确，在欧洲大陆上，很少有国家能拥有如此全面、如此完善的防空网络。芬兰的防空洞经验已经开始输出到乌克兰。此前有报道称，芬兰将领导一个国际联盟，专门为乌克兰平民建造保护性避难所。当然，面对俄罗斯的威胁，不止芬兰做好准备，北约也是如此。最近，欧洲上空不太平静，那些嗡嗡作响的俄罗斯无人机一再闯入北约和欧盟国家的领空，简直把欧洲当成了自家后花园。这种肆无忌惮的骚扰把北约和欧盟给惹毛了。北约秘书长吕特亲自宣布，他们正在与欧盟强强联手，要共同建造一道无人机保护墙，覆盖整个欧洲天空。这场大手笔的合作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北约军事联盟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也就是先进的军事科技，而欧盟则扮演了甲方的角色，为无人机保护墙提供资金支持。北约32个成员国中有23个也是欧盟成员国，算是自己出钱保护自己。当然，北约不仅要帮自己，还要帮乌克兰堵漏洞。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，吕特语气坚定地表明了决心。这场会议除了讨论如何应对无人机骚扰，更重要的议题是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更多的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北约17国要通过 PUIL 计划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。在情报搜集领域，北约也很积极。波罗的海上空，一架隶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的 RC-135W 电子情报飞机在加里宁格勒周围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巡逻任务。这不是意外闯入，而是北约在联盟东部边境例行情报收集行动的一部分。
英国防务杂志报道，多年来，英国一直在执行类似的监视任务。早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，就已经在该地区保持了稳定的存在感。不过，乌俄战争的背景下，24-135W 的侦察频率有所增加。可以说，加里宁格勒这块地区，英国人的眼睛从来没离开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24-135W 的飞行路径是在公共飞行跟踪平台上可见的，这是一场公开的示威。北约就是要让所有人，包括俄罗斯，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活动。英国防务杂志指出，这种透明的信号并非示弱，而是让观察员能够核实其频率和范围，强调北约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威慑。言下之意就是，我们不仅来了，而且还要让你知道。按照英国皇家空军的说法，2C135W 属于一种专用的电子侦察机，看家本领就是检测和分析雷达、通信和其他电磁发射。他们的任务也是调查电磁频谱的元素，以便为指挥官获取情报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监听。无论是俄罗斯的雷达信号、内部通信，还是其他一切在空中流动的电磁波，都可能被这架飞机尽收眼底，然后被分析解读，最终变成北约指挥官手中的情报。当然，在这场空中情报战中，英国并不是孤军奋战，美国也与其他北约成员国协调执行类似任务。这是监视俄罗斯军事行动、维持联盟东部边境威慑的一部分。大家心照不宣，联手监视，确保俄罗斯的每一步军事部署都不会脱离北约的观察。为此，美国还特意向挪威部署了 P8 波塞冬，在波罗的海上空执行反潜和情报任务。无论是空中还是水下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都成了北约情报收集的热点区域。俄罗斯进攻的代价或许会远超他们的想象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国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入委内瑞拉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